今次我哋就集齊咗 Samsung 嘅大尺寸、細尺寸摺疊手機，同埋佢哋嘅直立手機之中最高等級嘅 S25 Ultra。關於 Fold 7嘅影片，今年我哋都做咗好幾次嘅，咁佢嘅深入評測啦，同埋對比起其他嘅大尺寸摺機之間嘅優點同埋缺點，歡迎睇完呢一條片之後，去翻我哋 Fold 7嘅 playlist 嗰度再重溫翻嘅。咁今次我哋就會認真咁比較翻喺重量同埋厚度都同 S25 Ultra 非常之接近嘅 Fold 7啦，同埋內螢幕打開之後都一樣係6.9寸嘅 Flip 7。呢三部機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去應用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同埋 AI 功能啦，效能發揮、散熱、打機嘅表現、相機實拍嘅效果，特別係 Zoom 嘅遠焦能力、系統界面多功嘅操作、螢幕比例、實際嘅顯示效果，同埋喺電池續航力上面各自嘅表現係點樣嘅？咁我哋一齊揾下啦。實際上咧，呢兩個唔同比例同埋 form factor 嘅摺機，反而喺操作體驗上面係我自己揾到分別比較大嘅地方。最主要會喺 Flip 7 5000萬像素嘅主鏡頭，同埋超廣角鏡直接放咗喺外螢幕嘅呢一邊。佢喺用外螢幕擺喺任何嘅平面去影相或者拍片嘅時間，都係會出咗一個直向嘅一張相或者片嘅。喺 Flip 7佢嘅硬件本身係冇遠焦鏡頭啦，反而係着重主鏡頭超廣角鏡嘅拍攝。而佢喺半摺或者係摺埋一齊嘅時間，影相拍片做到一個直倒直向嘅比例，反而就會比較適合拍短片嘅操作。反而係 Fold 7都係可以做到同一時間用翻外螢幕去睇到而家畫面發生緊乜嘢事啦，但係佢成個比例就會再比較大，唔係一個長時間適合去咁樣去拎住拍片影相嘅。而佢半摺嘅時間係一個橫向橫倒嘅影相同埋拍片嘅，而佢嘅設定本身都係主鏡頭、超廣角鏡同埋3倍遠焦鏡頭啦，你係會比較多用翻呢部機去影對方嘅。咁無論如何啦，呢兩個嘅拍攝操作嘅體驗上面係一個傳統嘅直立手機 S25 Ultra 係完全冇辦法做到嘅，咁係需要用翻個腳架。但係喺佢哋嘅實際影相出嚟嘅畫質，特別喺遠焦能力上面嘅分別咧，一陣間我哋相機部分再認真同大家揾嘅。而首先我哋亦都總結一下外觀設計上面，特別喺螢幕比例啦 ，Flip 7係增加去咗6.9寸，而佢嘅比例去到21:9嘅，就再接近一部傳統嘅手機。而但係實際比較起6.9寸螢幕啦，都係嘅 S25 Ultra， 亦用19.5:9嘅螢幕。實際上面 S25 Ultra 反而係喺觀感上面會再比較大嘅螢幕啦，而佢係比較闊嘅。而比較之下 ，Fold 7嘅外螢幕反而就三部機入面最細尺寸嘅6.5寸嘅21:9嘅螢幕。實際上面睇片嘅比例咧，我哋而家可以做到一個16:9 YouTube 片嘅播放。S25 Ultra 嘅螢幕比例係三部機入面最闊嘅，喺顯示越闊或者係四方比例嘅畫面咧，佢嘅面積比例係會最大。而 Flip 7嘅內螢幕睇片咧，佢嘅畫面面積亦都係會比起 Fold 7嘅外螢幕係會比較大。18:9嘅比例之下，一部分嘅 YouTube 片啦，或者係我哋自己嘅片啦去睇翻，反而越接近21:9嘅影片喺 Flip 7嘅內螢幕同埋 Fold 7嘅外螢幕啦，係可以做到越少留白或者係黑邊嘅位置。咁呢三部機 S25 Ultra 會獲得咗一個16:9或者18:9正常睇 YouTube 片嘅時間啦，最大嘅一個畫面顯示面積嘅。而最後21:9嘅電影啦，喺 Netflix 嘅播放上面啦，咁呢三部機佢哋嘅螢幕都係有支援到 L1 嘅認證，可以做到 HDR10+ 嘅播放。而喺 Fold 7嘅外螢幕同埋 Flip 7嘅內螢幕就反而做翻一個全螢幕21:9嘅畫面嘅。Flip 7去睇21:9嘅電影，係呢三部機入面可以獲得到最大嘅畫面比例嘅。
亦都係包括咗 Fold 7打開用翻主螢幕內螢幕嘅大尺寸比例啦。咁但係 Fold 7嘅8寸內螢幕同一時間做到21:9嘅全螢幕去睇戲，另一半可以再做到另外一啲嘅工作。咁呢個多功嘅操作界面，一陣間我哋再比較。睇翻我哋嘅一條片，喺18:9比例之下，其實 Fold 7內螢幕已經係可以獲得到一個比 S25 Ultra 嘅螢幕啦，一個更加大嘅顯示面積嘅，可以調校去到上面呢一個面積啱啱好18:9啦。咁你可以獲得咗一個咁樣嘅多功操作。去翻16:9嘅越四方嘅比例，咁喺 Fold 7內螢幕咧，佢成個比較四方嘅面積嘅面板就會係越大嘅顯示面積嘅，同時間可以再有呢一個嘅多功，亦都可以調校到啱啱好上面16:9啦，然之後下面再多兩個另外嘅視窗。咁呢個我哋一陣間再講。而喺螢幕嘅規格本身，喺 Fold 7同埋 Flip 7嘅內外螢幕都係做到對等嘅120Hz 啦，今次同埋有2600 nits 嘅最高光亮度。而機身嘅體積上面 ，Flip 7今次打開之後係去到6.5mm 嘅，咁佢會比起 S25 Plus 或者係細機 S25 再薄一啲，而佢會明顯比起 S25 Ultra 嘅8.2mm 再薄嘅。Fold 7打開之後就會係最大啦 ，Flip 7會係咁多部入面打開之後最長嘅。S25 Ultra 會係直立手機，係啦，最大嘅尺寸。S25 仍然係最細嘅，厚度啦。S25H 佢係一個最薄嘅直板手機，亦都仲會比起 Flip 7再薄嘅。反而接埋一齊嘅時間 ，Fold 7嘅厚度係去到8.9mm 嘅，單邊嘅厚度就去到一個驚豔嘅4.2mm 嘅程度啦。反而 Fold 7接起嚟嘅時間，佢係會比起 S25 Ultra 係再細部一啲嘅，而厚度兩部機已經去到一個幾乎一樣嘅水平。At least 喺我嘅上手體感同埋喺我嘅肉眼觀察上面，機身重量上面 Fold 7今次係直接去到215g，佢會再比起 S25 Ultra 輕咗3g。反而值得一提 S25 Ultra 嘅熒幕邊框一直應該你哋都留意得到，唯一嘅熒幕啦係做到一個極窄邊框嘅效果，視覺衝擊嘅震撼感仍然係有嘅。而佢亦都係內建 S Pen， 咁 anyway 佢嘅防塵防水 S25 Ultra 就做到 IP68 嘅等級，而喺 Fold 7同埋 Flip 7上面維持咗一個 IP48嘅等級，4個等級係代表 1mm 以上嘅細塵粒嘅。而關於 Fold 7、Flip 7上面轉軸嘅做工同埋接頻控制上面，特別 Fold 7我哋係做咗幾次嘅仔細講解研究啊，呢度我哋都係唔使太多篇幅重複，反而係 Flip 7上面，咁今代實際上佢哋嘅接頻控制喺我嘅肉眼觀察同埋記憶入面係有住一個比較明顯嘅提升，主要係都沿用翻 Teardrop 嘅設計啦，摺疊起上嚟嘅時間做咗一個比較大角度嘅圓弧，將摺疊嘅壓力去分攤嘅，同埋喺之前我哋嘅深入評測亦都係有提及咗佢哋嘅轉軸，因為呼應翻佢嘅薄機身做咗一個 redesign， 再加上佢嘅 Ultra Thin Glass 內螢幕呢個可摺疊螢幕嘅玻璃面板咧，佢嘅厚度增加咗50%。咁喺我嘅肉眼觀感上面，成個螢幕嘅平整度啦，包括喺佢嘅接頻控制上面，亦都係有咗一個明顯嘅進步。挑戰佢哋極限係一個大角度傾側、光線比較多嘅位置，咁佢哋仍然係可見嘅。不過喺我哋嘅觀感上面，唔影響到我哋觀感同埋操作體驗嘅程度啦。今年係去到一個成熟嘅階段啦，咁亦都包括佢哋嘅轉軸，亦都係可以做到完全係冇任何零件喐動或者摩擦嘅感覺。全段亦都係做咗一個均一嘅承托力度啦，包括係做到一個極細角度嘅懸停效果，同埋可以去到大角度呢一個懸停嘅效果，做到唔同嘅半接嘅操作。可能其餘嘅硬件配置喺之前嘅幾個對比評測，亦都有觀眾想聽到佢哋嘅喇叭比較。咁我哋呢度亦都可以去聽一聽，就係 S25 Ultra 一個 Golden Standard 啦，最大聲嘅。Flip 7最後 Fold 7嘅。咁係似乎喇叭嘅聲量同埋個音質係有同佢哋機身單邊打開之後嘅厚度咧係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S25 Ultra 個聲量比較大，同埋低音深潛力係會稍微比較優勝嘅。而 Flip 7咧就會比較近 S25 Ultra 嘅，咁而佢嘅聲量同埋低音量啦，稍微冇 S25 Ultra 咁出眾嘅。而 Fold 7咧，咁佢就喺個聲量啦同埋低音量上面，就亦都係冇 S25 Ultra 咁澎湃嘅。我自己認為唔係一個好重大決定性因素啦，但係分別有喺度嘅。
翻到嚟係 AI 功能同埋系統界面嘅操作，特別喺多功嘅多重視窗嘅體驗上面，三部機都係 Samsung One UI 嘅界面，所以大同小異噶啦。咁但係實際上嘅操作，咁我哋係可以再拉上呢個 Home Bar，然之後長撳。喺呢個最近應用程式 Recent Apps 嘅版面咧，咁我哋可以撳任何一隻最近開嘅應用程式啦，一樣嘅。咁呢度咧，我哋就可以 Open in Split Screen View。就會係多重視窗嘅，或者係 Pop-up View 就會係浮動視窗嘅。咁最大分別都係 Fold 7大 Mon 啦，佢可以直立兩個嘅一個正常手機咁嘅操作。Flip 7同埋 S25 Ultra 上面就冇辦法做到一個直立兩隻應用程式嘅分屏嘅，咁佢就可以上下。好，喺 Edge Panel 呢度拉入去，然之後可以再長撳任何一隻應用程式，再拉翻出嚟可以做到多重視窗或者浮動視窗嘅操作都係一樣嘅。亦都係一樣嘅，可以喺三部機撳呢個應用程式菜單就可以揀翻所有嘅應用程式，長撳任何嘅應用程式拉翻出去就可以做到額外第三隻浮動視窗嘅。咁但係喺 Fold 7上面額外佢係可以做到三個應用程式嘅多功。咁 Flip 7啦或者 S25 Ultra 浮動視窗一樣嘅，可以自由調整佢哋個比例同埋大細。咁唯一喺 Fold 7上面可以喺熒幕嘅底邊拉上有 Taskbar， 呢度都可以開到任何應用程式。亦都可以喺呢度長撳拉出嚟，再開額外嘅浮動視窗。咁佢嘅多功嘅操作可能性同埋彈性啦，就最似一個平板嘅。但係呢三部機嘅 AI 功能實際上面都係全套 Galaxy AI 嘅功能。咁首先係 Browsing Assist， 咁而家係將一個外語嘅文章可以翻譯去廣東話嘅繁體中文啦。OK， 咁 Samsung 嘅 AI 係可以做咗一個翻譯之後，再即時做一個整合摘要嘅。咁而最大嘅分別就會喺呢一度今次新嘅界面 Fold 7大螢幕，佢係可以做到一個左邊睇原文啦，然之後右邊係做一個整合摘要呢一個咁樣多重視窗嘅操作。好，翻譯咗嘅語言，然之後再朗讀翻譯好嘅整合摘要。夏日祭喺日本各地7月至8月期間嘅節日泛稱，源自日本嘅福拉邦。好啦 ，Samsung Notes 原生嘅 Note App 咁佢一樣都可以有翻譯整合摘要，而 PDF 亦都係有支援嘅。同頭先瀏覽器一樣嘅，可以長撳 Menu Bar 喺 Fold 7上面可以做到一個左邊睇原文，然之後右邊就做咗一個整合摘要。而你係可以右邊呢度再做一個局部嘅畫面顯示嘅翻譯。咁左邊睇到原文嘅語言，右邊睇到個翻譯好咗嘅整合摘要嘅。最後一個值得我哋睇嘅界面上面 AI 功能嘅分別就係呢個 Gallery 嘅 AI 功能。特別就喺應對 Fold 7嘅內螢幕都係一個比較闊嘅螢幕上面，咁我哋係可以做到一個 Before and After 左邊右邊一個分開多重視窗咁樣嘅形式嘅顯示。而 Flip 7、Fold 7兩部機嘅外螢幕亦都係一個即時翻譯嘅時間可以同步兩邊螢幕嘅一齊可以睇到，咁對方可以睇到外螢幕啦。而 Flip 7外螢幕，咁今次就容許我哋一版擺多過一隻嘅小工具啦，最多呢度擺到4隻嘅小工具。咁呢個一鍵即刻係去做錄音嘅。咁而你可以錄音之後啦，再去做嗰個文字，將語音變文字，再將個文本係再做整合摘要啊、翻譯呢個功能。咁最後呢個咁雖然就唔知道有幾多觀眾你哋係會去喺外螢幕嗰度睇 Netflix 同埋 YouTube 嘅，咁但係你可以咁樣做到。特別你可以一個橫倒嘅睇電影嘅時間，你可以再座台放喺一個平面。然之後咁樣嘅形式去睇片，細少少，但係你可以做得到嘅。WhatsApp 咁佢都可以外螢幕呢度完整執行到嘅，咁你可以睇到完整嘅 login。Google Map 亦都喺呢一度係可以完整咁操作嘅。同埋係我自己都會比較常用超廣角或者主鏡頭，都係 support 到呢一個 auto framing 嘅功能，追蹤住我嘅人像嘅位置，自動做咗取景嘅，冇一個定點嘅拍攝咁生硬嘅效果啦。咁為咗呢一條片嘅完整性啦，全套嘅 AI 功能重點咁整合一次嘅 Audio Eraser， 今次係一樣有啦 ，AI 去 analyze 咗條片本身嘅背景噪音啦，然之後用 AI 將佢消噪嘅。而今次佢係擴展咗去其他嘅應用程式嘅，咁包括內建嘅 Voice Recorder 嘅錄音，講電話亦都係有呢個支援。電話嘅錄音在後製嘅時間咧，亦都可以用翻呢個一樣嘅技術，將我哋講電話嘅錄音去做背景消噪嘅。OK， 呢個就係大螢幕之下用 Gemini 嘅界面。咁而家可以直接掃描一個文件。好啦，都係有支援到廣東話嘅。呢個小冊子關於啲乜嘢㗎？咁我試下再進階少少。幫我整合下呢個小冊子，翻譯咗一個我哋睇得明嘅語言啦，然之後再做整合摘要嘅。反而喺呢度，咁因為而家嘅 Gemini 已經有一個畫面認知能力，咁我哋直接喺 IG 長撳翻呢個 Power Key 嘅位置 ，Ask About Screen 嘅，喺呢度做咗少少嘅分析，咁然之後咧已經係認得咗呢一個地方，幫我建議一個行程啊。再進階啲問下佢
喺 Google Map 嗰度展現呢幾個行程。咁呢度我哋可以再撳落去，仔細到每一個嘅 dropping point。最後仲有呢個係 Circle to Search 嘅，咁佢就長撳 Home Bar 主頁鍵嘅位置啦。咁佢係可以連到相機一齊使用，而係有中文繁體嘅支援，咁可以做到即時嘅翻譯。對比頭先 Gemini， 佢就再容易啲、快捷啲嘅操作啦，適合去即時一啲畫面嘅翻譯嘅。OK， 翻到嚟相機部分，喺硬件上面我哋知道，咁但係反而喺實際嘅體驗上面，取捨嘅程度係大定係細，分別嘅位置啦，會唔會係對於我哋日常個操作上面大定係細程度嘅影響啦？咁我哋可以比較一下三部機喺全像素輸出，特別喺 S25 Ultra 同埋 Fold 7嘅2億像素輸出之下，對比起 Flip 7上面有冇分別嘅？好啦，我哋就見到 Fold 7同埋 S25 Ultra 嘅主鏡頭一樣2億像素，一路費1.3吋嘅 sensor， 實際出嚟嘅細節保留度、銳利度啦，都基本上係完全一樣嘅水平。而佢哋就喺人造建築或者係頭先壁畫上面嘅細節係會比起 Flip 7多嘅。好啦，反而1200萬像素自動模式嘅輸出之下啦，咁呢三部機嘅變焦嘅能力上面就留意到 Flip 7嘅主鏡頭5000萬像素，理論上啦佢就係一個2倍嘅無損變焦，實際上佢喺3倍變焦嘅時間出到同 Fold 7或者 S25 Ultra 嘅光學變焦鏡頭幾乎一樣嘅細節保留度同銳利度嘅，而10倍嘅變焦啦。S25 Ultra 上面有5倍5000萬像素嘅光學變焦鏡頭，佢係做到10倍無損變焦嘅，咁就會拉開咗兩部機嘅差距啦。呢一組我哋亦都係喺10倍高倍數變焦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留意到，就的確係可以出到3組唔同等級嘅遠焦能力嘅 S25 Ultra， 仍然係會喺變焦能力上面最強嘅。最後夜景嘅高倍數變焦啦，我哋為咗片嘅完整性都係實測一次嘅，咁佢哋去到3倍嘅時候，仍然分別係比想象中細嘅。咁而10倍嘅時間分別就會拉翻出嚟嘅。除咗喺細節嘅運算，包括喺遠處文字嘅銳利度上面，我哋會見到3個等級嘅細節保留度。反而喺20倍再更加高倍數變焦嘅時間，直接喺遠處細節喺啲光線嘅運算啦，同埋整體成張相嘅 texture、字體或者其他嘅物件嘅 texture 都係分到 S25 Ultra 係最優秀嘅。而喺 Fold 7就有一個3倍遠焦鏡頭嘅20倍數碼變焦。而喺 Flip 7係10倍，然之後再後製嘅時候再放大。咁如果你係比較多影演唱會嘅話，咁 S25 Ultra 仍然咧會係最令到你滿足嘅。咁喇叭嗰度收音咪我哋亦都聽一聽嘅。好啦，人像模式上面 Flip 7佢始終受限咗，佢有主鏡頭啦，而未有遠焦鏡頭。佢嘅人像模式最多就做到一個2倍嘅無損變焦，而喺 Fold 7上面嘅人像模式有1倍、2倍、3倍，同埋佢一樣係可以做到5倍，而佢嘅5倍就係嚟自3倍遠焦鏡嘅數碼變焦。反而 S25 Ultra 上面最齊全啦，咁佢就1、2、3而5倍係一個光學變焦嘅人像模式。而實際出嚟嘅效果，人像模式特別喺佢嘅頭髮絲邊緣運算或者係側邊輪廓剪影嘅眼鏡邊框、頭髮絲邊緣運算啦、背景複雜嘅 overlapping 嘅狀況之下，同級嘅精準效果啦。而喺1200萬像素人像模式啦嘅輸出之下，2倍嘅數碼變焦嘅，咁3部機嘅細節保留度實質出嚟嘅效果接近嘅。好啦，3倍嘅人像模式喺 Fold 7同埋 S25 Ultra 就有3倍遠焦鏡頭啦。咁實際上佢嘅細節保留度就一樣嘅等級，反而 Flip 7主鏡頭做嘅數碼裁切啦係2倍嘅，咁仍然係 keep up 到嘅喺細節保留度上。而最後5倍嘅光學變焦喺 S25 Ultra 上面就有專門嘅光學變焦鏡頭啦，而 Fold 7就係3倍變焦鏡做嘅數碼裁切嘅。咁而細節上面嘅分別都係有嘅，不過唔係一個好重大嘅差距。反而 Flip 7就都係2倍數碼裁切出嚟嘅。反而最後係自拍鏡頭上面呢個操作免提嗰個狀況之下，再做咗一個 WhatsApp IG call 或者係 video conference 嘅視像會議嘅時間，未必會係唯一決定入手接機嘅主要原因啦。咁但係實際上佢都係一個唔錯嘅加成嘅一個好處。反而喺最後我哋嘅電池續航力同埋喺效能發揮，特別喺散熱嘅表現上面、打機嘅表現上面，我哋都做一個完整嘅測試嘅。咁首先係 CPU 嘅效能發揮 Geekbench 6嘅測試，機身厚度同效能發揮咧係有住一個關係，而 Flip 7嘅實際 CPU 效能同 S8 Gen 3就比較接近。OK， 打機同埋繪圖能力嘅表現上面 3D Mark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我哋就可以睇到 Fold 7仍然咧係會未去到 S25 Ultra 嘅發揮嘅，咁 S25 Ultra 嘅持續高壓嘅散熱仍然係最高嘅表現。最後一個量化嘅測試有呢個1個鐘嘅 Antutu Benchmark 嘅極高壓嘅測試，
每一次嘅跑分就15分鐘嘅，咁我哋連續跑4次之間就冇任何嘅休息，可以睇到喺1個鐘嘅極高壓嘅應用之下，反而呢度我哋有留意到 Flip 7喺呢4次去到最後1次嘅時間，佢嘅機身溫度仍然控制到40頭嘅攝氏度上面，反而我哋睇到 Samsung 對於佢哋自家 Exynos 2500嘅處理器發熱量控制上面係做咗一個比較積極嘅平衡。但係實際上我哋喺打機嘅表現上面 Genshin Impact 用最高嘅畫質、最高嘅解像度啦，其實呢3部機包括喺 Flip 7上面，全部設定都係校到最高嘅狀況之下，完美流暢執行60 FPS 嘅畫面，再加上佢6.9寸21:9 Mon， 佢獲得咗一個比較闊視野大螢幕嗰個體驗，而 Fold 7亦都係 S8 Elite 呢個處理器功耗啦，係控制得相對比較好。其實實際上試過有多過一隻遊戲或者係應用程式去同時間去執行嘅時間，最高畫質、最高嘅解像度60 FPS 都係仍然完美流暢嘅。而最後電池續航力上面，今次嘅 Fold 7係維持4400 mAh 嘅電池，反而係機身尺寸明顯比起 Fold 7細嘅 Flip 7佢係升級咗去4300 mAh 嘅電池。而 S25 Ultra 啦，佢係一個傳統直立，佢就做到一個5000 mAh 嘅電池。咁我哋係用翻一個均一嘅測試啦。Fold 7我哋就有內螢幕同埋外螢幕都係用咗一半螢幕光亮度，播1個鐘嘅 YouTube， 睇1個鐘 Facebook， 最後玩1個鐘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 3部機都一樣嘅。呢個測試我哋基本上總結得到機身厚度啦，同埋佢哋嘅電池容量同實際出嚟嘅續航力就有一個正向嘅關係啦。Fold 7喺大螢幕打開之後係用到 9.7 個鐘嘅，咁而接埋一齊就有 11.1 個鐘。Flip 7用主螢幕就 10.3 個鐘嘅，而最後 S25 Ultra 仍然係續航力最長嘅 Samsung 手機嘅，去到13個鐘，實際真係有用嘅時間。好啦，總結到底係咪一個入手摺疊手機嘅好時間呢？摺痕嘅控制每一年都係有住循序漸進嘅進步啦，而去到今年第7代，基本上係做咗一個再平整同埋係再淺嘅摺痕，而加厚咗嘅 Ultra Thin Glass 內螢幕嘅一個平整嘅螢幕。咁3部機到底應該入手邊一部？咁我自己都會認為，到底邊一部機嗰個組合，即係喺佢嘅硬件啦、相機、螢幕比例顯示嘅尺寸上面，當然仲有電池容量同埋實際出嚟嗰個續航力嘅表現，仲有喺價格上面嘅考慮啦。咁今次嘅測試，我哋主要可以揾翻 S25 Ultra 散熱持續嘅效能發揮仍然會係最強，電池續航力亦都係呢3部機入面最強。螢幕顯示佢嘅極窄邊框仍然係有住佢嘅視覺衝擊感，相機嘅遠焦能力極高倍數嘅變焦仍然有住佢優勢，而 Flip 7縱使佢喺硬件上面，特別喺相機嘅位置，會係3部機入面嘅取捨做得最多。但係實際上今次喺幾個重點嘅硬件升級上面，我自己都認為重點重要嘅，佢就維持咗過往細尺寸摺機嘅呢個外螢幕可以同時間做到自拍嘅體驗，而佢做咗一個全螢幕啦、窄邊框嘅體驗，而喺佢嘅螢幕尺寸、電池容量啦、散熱同埋打機嘅表現上面，仲係有住一啲 concern 或者考慮。今一代喺呢幾個重點嘅位置做咗一啲重點嘅改進或者係 fix 咗嘅，而 Fold 7實際出嚟嘅電池續航力去應付1日嗰個操作，亦都係滿足得到啦。喺內螢幕、大螢幕去睇片啦，亦都終於係可以獲得到比起同一代 Samsung 直立手機 S25 Ultra 啦更加大嘅畫面嘅面積。加上 Samsung 嘅一套 One UI 8嘅多功操作界面，咁我自己嘅推介咧會係 S25 Ultra， 仍然會係適合中程有 S Pen 會影比較多嘅演唱會拍攝啦。而除咗呢兩個仍然比較明顯嘅優點之外咧，咁今次 Fold 7就的確機身嘅做工同埋喺佢嘅多功界面操作上面，有住佢嘅視覺衝擊同埋體驗嘅衝擊感喺度。快啲！我要食啦！我要食啦！佢個擔心鬼。